專家是說，美國以為了補裝備做理由暫緩對台灣的軍售，為什麼呢？是為川普面子，讓他保留一點面子。美國當天那個代國防部長那個高雄，他是越南籍的，叫高雄，他有說，他說因為呢，這個我們現在裝備是夠的，裝備是夠的，因為國會議員問他裝備夠嗎？裝備是夠的，但是呢，又以這個做理由來延緩這個軍售，所以我看美國的評論就說，這內容是矛盾的啊。你既然夠了，又為什麼說不能夠立刻軍售，還要等呢？好，所以呢，為了保川普的顏面哈，那另外呢，這個說川普已經其實做了重大讓步了，對北京，否則的話我根本理你幹嘛？我講要賣台灣140億就賣啊，為什麼要拖呢？為什麼要考慮呢？那另外呢，到底美國對我們的軍售以後還賣不賣了？顧立雄說審慎樂觀審慎樂觀就是說也沒那麼樂觀，但是呢也不能放棄信心那另外呢，這個海馬士多管火箭，這個是對我們是有用的。第一期的款月底到期，所以顧立雄說時間上按照預算法84條是可以來得及的可以付首期款的那另外呢，這個就是要期限5月底嘛，所以是緊急動資反正不管你用什麼方法，能動資就好了那另外呢，這個這邊是說民進黨放軟了，因為原來他要編特別預算嘛，他就說你不一定要編特別預算啊，你編一般的年度預算也可以啊，追加預算也可以。其實預算法很多方式嘛，他們現在願意編入年度預算，因為那天賴清德有講，賴清德很多媒體用賴清德的還要編特別預算做標題，我就講說他其實沒有這樣講了。賴清德當時說，第一個要編特別預算，第二個編年度預算，第三個追加預算。我說他是賴清德要面子嘛，死鴨子嘴硬嘛，因為特別預算被刪了，說我還要編特別預算，不會編的，編了特別預算立法院也不會通過的，他就用年度預算追加。果然我猜到，不是猜到，預測到，就是用年度預算編，你一樣嘛，你幹嘛一定要編特別預算呢？然後你用年度預算不是一樣嗎？都可以嘛，所以呢，這個現在看起來就是特別預算被刪。顧立雄說以其他方式，什麼叫其他方式呢？追加預算、年度預算都可以嘛。就是說你不一定要堅持你那個特別預算，特別預算等於是空白支票，那立法院在野黨不願意嘛。那另外呢，就是這第二批發家書140億美元的軍售會不會延宕？顧立雄說我們沒有收到改變通知啊。沒有收，也沒有收到要賣你的通知啊，也沒有收到說我那個預算說要送來的通知啊，所以就等於是擺着了不過國民黨委員說，第一個200億還沒交貨，200億美元沒交貨，什麼時候交貨第二個，軍人應該加薪嘛，否則誰來操作武器呢？你買一堆好的武器，軍人素質也要跟着提升啊。我們看一下。我們迄今沒有收到任何改變通知，所以我想我們就。審慎樂觀來看待第二批軍購。對美軍購案攸關提升我國防實力，但3讀通過的國防特別條例預算只匡列7800億，短少的4700億怎麼補？民進黨團總召蔡其昌就表態，願意接受在野黨的善意，就允許的部分回歸年度預算。那我們會逐一檢討，那是不是有一些項目納入年度預算？那有一些項目是不是可以來辦理追加預算？那這個可能我們要跟行政院來進行商議。綠營願意從善如流，這朝野緊繃的關係似乎也出現轉圜。楊大偉，我今天早上這個問題就問他了，你可以看裡面內容裡面好幾次出現我的名字在那裡就是說我們可以看他現在行政部門拼命要跟我們立法院說趕快給錢，趕快給錢。我們現在200億美金的東西都沒交，我就舉例啊，有一個 TPS 77跟 TPS 78。這是雷達，發價書都給了，到現在為止完全沒有進行。F16V， 今年他那個是特別條例特別預算到今年底這個就失效了，所以他一定要往後延。他說今年開始交，而且他今天講得很清楚，今年不可能完全交貨，所以會 delay 到明年去了，明年或者後年才全部交66架，今年可能交1架，或者可能沒有。這個還有呢，我看到說年底前會交1架，會交1架，還有一個叫人吸式的，就是人扛着刺針的飛彈，搞了10年呢，一顆彈也沒有來，錢都付了，
你說沒有，我們沒有付，我們是付到美國我們的賬戶。你不管怎麼樣，這個錢是從台灣這裡傳到美國那裡，已經要給你了嘛，要給你了。你隨時只要東西，他馬上給，是這樣子的哈。審計長就這樣子來打臉的，所以清清楚楚看得到是說，你拼命叫我給錢，我們都願意給啊，給了以後東西呢，200億美金的東西沒有進來，而且另外有委員就提到了，那現在我們的編線比不到80%呢，就是說我編了100人，結果來不到80個人，戰鬥部隊更少。對啊，怎麼辦？這誰來操作？就是加薪，我們加薪為什麼你不公布實施呢？加個3萬為什麼不可以呢？所以林總總都很清楚看得到，他現在來講就是只是拼命要錢。好，你剛才所提到的，說他現在講的是3條路。第一個，他就認為說他的一點奧照1毛錢都不能刪，我是第一次看到了哦。我就想到蔡英文時代的時候，他列出一個前瞻預算，8年8800億有沒有？最後結果是刪掉400億啊，剩8400億啊。1塊錢都不能刪，他說4700億我們刪掉的，他要重新補回來，他還是有放哦。他今天顧立雄還在講，還是想變特別預算。第2個年度預算，第3個追加前預算。年度預算我們可以沒有問題啊，為什麼？他8年嘛，4700除以8，一年大概600億，一年600億，我們今年增加稅最少增加5000億以上啊，這錢都不是問題啊。我就講了，我說你就編一次編2年的，編1000多億都可以。今天我們就覺得很奇怪哦，你可以看哦，他講很大聲哦，很缺錢啊，幹什麼的？現在我們通過是3000億，第一個階段3000億，對不對？除以8年的話，那一年是250億啊。那為什麼今天給我們省只有88億？我就不懂啊，為什麼你只有丟出來一個東西，今年度就要省88億？那為什麼你不要就除以8，你就250億？還是說你根本都還沒有準備好？啊，美國發價署都來了，我就想不明白說，為什麼你只能編88億？這個是真的是我怎麼想都覺得好奇怪，你要錢要這麼急，說這個哇這不行哦，什麼等等的，而且真的開始交貨。今天顧立雄也講了，最快後年2028年開始交貨，也不是要開始交貨，那是很少數，其他有的更長，有的6年，有的7年。整個來講是這個樣子，所以這個整個的時間表，我覺得最吊詭就是你這樣子虛錢恐急，要我們趕快給你通過，為什麼只收來88億？為什麼？李正。除了剛剛世寶委員提到的這個未交貨軍購的議題，那另外一個議題呢是這個行政院有點怪藍白說，是不是這個所謂的付款延宕？那我認為這個其實是有點假議題啦，因為其實這個預算法84條本來就有緊急動支的這個條款，那國防部目前也這麼做，那再加上這個其實立法院包含藍白，大家其實對這個軍購呢是做所謂的嚴審條例，但針對這個所謂的第一波的發價書跟內容，大家都是有一個高度共識的，但其實立法院呢也通過了授權決議，就是你第2波來的話，那我們就馬上通過。所以從頭到尾，這個綠營還有行政院帶的這個所謂付款延宕，從頭到尾就是一個假議題。那再來呢，這個軍購議題，我覺得回到最本質的，就是也包含呢，今天我們這個顧立雄部長呢提到說，這個民進黨呢稱說這個對台政策不變，軍售不變，但這個真的是事實嗎？因為你看到這個台灣關係法呢是美方軍售台灣的重要依據，另外一個6項保證也是美方的重大政策的綱領，但是大家現在都擔心所謂的第2波發價書已經成為了不管是川習會或是中美談判的內容，這樣子的內容其實已經完全動搖了6項保證的基礎。也就是說呢，其中一個6項保證裡面呢是說美國在對台軍售之前呢不去徵詢北京的意見，這個其實對台灣來說，對中華民國來說是重大的國安議題。那6大保證少了一個保證，這個其實對台灣來說就很重要啊，所以大家才會提到說所謂的第2波的發價書，這個是不是可以順利完成？會不會是在這個所謂的9月24號習近平訪問美國之後呢，會有所謂的第2波發價書？但目前眾多的消息，包含我們前面討論到的這個賴川通話呀，然後很多的一些消息啊，都有非常高的不確定性。所以你現在看來，包含這個執政黨去掌握這個國際的局勢，然後去講賴川通話，然後國會山莊報道說對台軍售延宕，然後又說好像沒有這樣的，然後要等電話等等的。請問一下，執政黨到底可以帶給台灣什麼？你到底真的妥善處理了嗎？
因為你看到中美雙方談判川習會之後呢，其實沒有簽訂什麼樣的協議哈，而是大家互相觀察，因為中美的這個互信也不可能一瞬間就因為川習會而變得完全的互相信任。我們很多的這個外國的朋友到黨主席這邊來訪問的時候，也常在問說，請問一下北京方面，我們對他的信任度到底應該多少？所以看到中美雙方在會面之後呢，大家也是互相的觀察，然後逐步釋放一些東西。但是要提出一件事情哦，5月21號的這個聽證會傳出了軍售暫緩的消息，一放出來之後呢，同一天中國大陸的商務部就同步公布了說中美雙方的農產品要合作，他發布了這樣子的意向。這個真的只是巧合嗎？還是說呢，中華民國也就是我們台灣真的已經變成籌碼？台灣變成籌碼，已經在賴清德執政的路上變成了逐漸落實。建議賴政府還是審慎應對吧。就台灣就是美國跟我們中华民國斷交以後呢，那台灣跟美國關係是靠一法三公報六保證。什麼叫一法三公報六保證？一法就是台灣關係法都知道嘛。那3個公報這個上海公報、建交公報、817公報。雷根原來他在競選的時候說，他如果當選要跟中華民國恢復邦交，講得哇，台灣很興奮啊，跟我們恢復邦交。結果他當選以後，跑到跟大陸簽一個叫817公報，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對台灣的武器會逐步減少。台灣就很緊張啊，都沒有武器了，我們怎麼打仗呢？勞工越來越強啊，所以雷根又搞了一個叫6項保證，那是給我們的啦，就是說放心，我不只跟他好。我跟你還是維持一個關係，其中很重要一點就是說，他對台灣的軍售不會跟大陸商量，因為你想這個道理嘛，跟大陸商量，他一定叫你少賣嘛，他怎麼會叫你多賣呢？他叫你最好不要賣嘛。所以說你台灣放心，雖然我說逐年會減少，但是那個逐年多久也不知道啊，而且要看情況啊。和平的話，當然逐年減少啊；如果緊張的話，不見得會減少啊。所以就跟台灣講說，我不會跟他商量，如果要減少，就是我來判斷情勢。我要減少是我決定，但是川普這是打破這個，他就跟他商量結果一定是這樣子啊！你習近平怎麼會說不在乎呢？當然叫你少賣啊！所以呢，這是為什麼我們很關切這個所謂6項保證，這一項沒有了。那這項沒有了，那以後怎麼辦呢？是不是他們都要商量對台灣的軍購呢？這是台灣比較擔心的地方。休息一下再回來。好，那麼馬英九基金會這個爭議還在延燒了哈。那前2天這個基金會的3個董事，他們組成個專案小組嘛，他們公布個調查報告就說蕭旭岑這個王光慈沒有問題，他們沒有什麼具體證據認為他沒有問題了哈。好，那邊這個講說沒問題以後呢，那接着這個戴霞玲就是馬英九基金會現在的執行長，那今天跟他的律師、會計師還有金溥聰就開了個記者會然後就說呢，反正中間一個個講好幾個了哈。先是戴霞玲他說呢，這個他公開一個就是說這3人小組呢，就是說3人小組裡蕭旭岑跟宋濤會面的一個照片那中間像李德約什麼都在做，他的意思就是說，你們是不是在包庇啊？你們都一起去看了宋濤關係很密切那另外呢，這個。金溥聰說呢，蕭旭岑多次秘密訪問中國了，那而且呢還要下屬說騙馬英九報告過你忘了，現在到底有沒有這個？現在真的搞不清楚為什麼因為失智就是短期事情忘了，失智症最大的一個開始的時候一定是過去是聽說記得很清楚，但是剛發生的事情忘了，這開始的時候是這樣子所以呢，馬英九可能他自己也承認嘛。所以有些事情他記不得開始，所以馬英九到底有沒有病，在他爭這個東西，其實這個不是重點重點還是到底有沒有違法的這個問題嘛？那馬英九有沒有病，現在變成馬英九有沒有病變成一個重點。那外面越說馬英九有病，馬英九要說我沒病，有沒有呢？我在旁邊看，你說沒有嗎？我認為有一點，他自己都說短期記憶會忘掉嘛，短期記憶忘掉就是失智的開始了。但我也不是醫生，不敢亂做判斷但是這個不是重點啦。你去爭執這個，把那個重點焦點反而轉移了嘛那所以呢，那因為台灣現在失智人很多，65歲好像將近7.9還8%有失智，我那天看那個資料，所以每個人身邊這邊都有人失智的，
我都聽到很多了。那聽說失智開始就是咬啊，特別咬媳婦哦，他大概開始不咬自己的兒子女兒，媳婦外傭偷他的錢，他自己忘了他錢放哪裡了，就說我是媳婦偷了錢了。那媳婦百口莫辯，外傭也是氣得這個哭哦，因為他自己把錢放起來忘了嘛，所以開始失智，我們都聽到很多這樣的故事。失智有很多種方式了，有人是不講話笑，有人是性情大變哦，有的人就是去亂咬別人，有各種不同的失智的狀況哈。那因為現在活得越來越長，所以失智也比較多了哈。那所以呢，他们就觉得我報告你忘，但報告過沒有真的不知道，外人怎麼會知道呢？那換句話說，也有可能真的報告你忘了，也有可能反正他失智了，就只要他說你怎麼沒有告訴我，哎呀你忘了，就變成這樣子哦。所以我在想怎麼辦對失智，像這種情況，這次經驗說以後乾脆都寫下來，或者錄影存證哦。一般家裡可能還好了，你像這種像基金會啊，像這種公務機關啊等等，或是比較這個社會比較矚目的，寫一下嘛，你簽名，這以後拿出來死無對證嘛。現在是死無對證，拿出來這個清清楚楚在這個地方嘛。所以呢，他們就說馬英九就很計較，說你到大陸不告訴我，對不對？你去大陸不是用我的名義嗎？不是用基金會的名義嗎？但是他們就說，馬英九問就說你忘了，跟你講過了。那李德維到今天還在講說金溥聰沒有授權書，馬英九是前天的授權書，但是講說我是2月16號就已經授權金溥聰跟高華柱，高華柱是這個他的董事了哈，高華柱跟金溥聰兩個人啊，當時就授權他們了啊，說不是沒有授權。那當然授權有很多種，口頭也是授權，不過現在要看書面，馬英九簽了一個書面，而且是他自己寫的字哈，他字寫的還不錯。那另外呢，他們也找了會計師，會計師是說，從107年到114年都是他管賬，會計師哈。那但是呢，以前年終獎金都用轉賬的方式，就是說不是說發現金了，比如我給你錢，我就基金會轉賬，所以都有記錄可循的。而且轉了賬，你拿了這個，第一個基金會要做成費用，第二個呢，拿的人要交稅的哦。基金會不是不要交稅，基金會也要交稅的哦，所以呢，他也要報賬的哈。那所以呢，他說，到113年都有，但到114年沒有了。發了這個獎金的時候呢，他們查核今年發了多少獎金？沒有，你沒有發嗎？有發，那報在哪裡呢？沒有看到哦。所以呢，他說沒有交付記錄，沒有支付記錄，資金來源也沒有記錄，錢哪裡來的？哦，所以我告訴你，馬英九最在乎這個事情，最在乎這個事情。我記得很清楚，那是他當總統的時候。有一次呢，一個朋友請吃飯，好吧，講啊，就裕隆的嚴凱泰也不幸食道癌過世，嚴凱泰請馬英九，請我，請丁廷宇，很小的聚會，在新店他們的公司。馬英九那天可能喝的酒有點多，他吐了，就表示喝多了。然後呢，後來就好了哈，反正吐一下就好了。然後上洗手間，那男生就都站在那邊嘛。我剛好跟他一起去洗手間，兩個都站着。馬英九突然就回頭跟我講說：“少康兄，我告訴你，我旁邊的如果有人想要這個不法貪污，你放心，我一定不准他這樣的。”但有點驚訝，就是換句話說，他是不是旁邊有什麼人？我不知道，那時候還當總統。我的意思說，他很在乎這個事情。我有什麼放心不放心呢？但是還要跟我講，你放心好了，我絕對不容許。他就很在乎這些事情嘛。有些人可能真的覺得沒什麼了不起。對不對？就捐個錢發個牛什麼，但他就很在乎，你就碰到他很在乎，那怎麼辦呢？他就很介意這個事情啊，所以他有沒有病是一回事，到底有沒有這個事情是一回事。那會計師出來說沒有錢沒有來源啊，那沒有來源，那也沒有支付啊，那現場就員工拿到了，那怎麼回事呢？那這錢哪裡來的呢？而且，好吧，以馬英九的個性，我跟他同一天進台大的。他的個性，他一定會想說：人到底捐了多少錢啊？你到底發了多少錢啊？對，你現在發200萬，人家捐是200萬嗎？人家會捐300萬呢？400萬呢？500萬呢？那錢到哪裡去呢？一定會，不要說他，我們都會這樣想嘛，來源要清楚嘛。所以金溥聰說沒有看過馬英九這麼不安，對這個錢覺得說怎麼會這樣子哈？那另外呢，好，光這一次尾牙這一次，他們就認為說王光慈收的捐款起碼是200，他講170到200萬了，所以說大概起碼有到200萬左右沒有入賬，因為王光慈他們是說在現場有說這個錢呢是台商捐的，
你們不需要報稅，這麻煩了，這就違反稅捐稽徵法。違反稅捐稽徵法是非告訴乃論罪，知道為什麼？那是公訴罪。哦，公訴罪大家就知道，檢察官可以主動介入。檢察官知道人逃稅，不可能不介入的。你可能覺得錢很少，但是呢，檢察官管你什麼錢多少，你貪污幾萬塊，他要辦你啊。哦，那就算檢察官不辦，如果有人去告發，也會辦的。所以一開始我就講說，這個事情最好大家低調一點，你不要逼嘛，你越逼，他那邊就反彈嘛。你就說你亂講，他就跟你講我沒有亂講。你就說你沒有證據，沒有證據，我就拿證據給你看，就變成這樣。我們看一下。蕭旭岑隨即在10月28日以國民黨副主席身份拜會大陸國台辦主任宋濤，同行的是馬英九基金會的王光慈及董事薛湘川、李德偉等人，而馬董事長對拜會此事完全不知情。是否有基於私疑或是特定的目的，有包庇蕭王兩人的嫌疑？王光慈曾分2次私下拿了現金共120萬元，要求一位基金會同仁代為保管。他說這是周展軍，而且說是蕭旭岑交給他的，他就有當場拍照存證啊。這位同仁後來就請辭了哈。指控馬英九基金會前執行長王光慈拿了上百萬卻沒入賬，前國安會秘書長金溥聰開誠布公說自己是受馬英九之托。尾牙當天上午，王光慈在辦公室私下個別發放每個人2個月的年終獎金，年終獎金一共發出146萬現金。光慈有跟每個人提到，這筆錢呢是來自台商的捐款，並且強調今年的年終獎金是給現金，大家不用繳稅。會計師所查賬呢，也是就發現根本沒有入賬。好，來，曲博。其實我覺得像這種在政黨內部，尤其是在基金會，家務事如果端上台面，這通常不會有贏家，就是不只是國民黨，包括民眾黨最近其實也有這樣的類似的風波，所以有很深的感慨，吵來吵去，或是大家各自拿出證據，最後絕對不會是有任何一方是贏家，這個絕對會走向悲劇的收場。再來，今天看到的是這個記者會還扯出了有關錢的事情，然後一些照片。但我必須講，扯上錢的事情之後，一切就會更複雜、更麻煩。就像剛才趙大哥所講的，不管是檢察官可能因為公訴罪介入，包括我看到也有講說什麼涉及了公益侵占，或是涉及背信要去告發，這等等，其實這些全部都是公訴罪。那到最後，是不是整個？我覺得從基金會，甚至到國民黨的內部，會不會變成開了一個門，變成檢察官？他要去說着要去釐清，要去了解，然後會有一系列的調查等等。我覺得這個事情都會非常非常複雜。那我必須要講哦，這個蕭旭岑，我跟他有一點私交，有點認識的原因，是因為是在柯 P 2024年被關押的時候，那時候他是第一個來做聲援的。那後續也有跟他有一些互動，包括了在邀請他專訪，或是私底下有聊天。但我必須比較公道的說，他爆發這個事件之後，我還有跟他見過面，他從來沒有說過一句馬總統的不是。我覺得就連在私底下都是這樣子，所以我不清楚到底內部發生什麼。儘管我有聽過大概相關今天在記者會上面的論述裡面，我有聽過另外一個說法。可是我覺得今天記者會是單方面提出來指控，並不是雙方在同一個平台上來互相做解釋，所以吵來吵去都會有比較複雜或是各說各話的空間。那現在雙方似乎看起来都是要變成要對簿公堂，要透過司法來做釐清這件事情。那在今天看到他們端出來的有幾個部分，我是覺得比較不解的是說，當然會計師出來說，為什麼今年的年終獎金變成改發現金？我覺得這個事情是可以去釐清，但是有沒有真的短發或進到私人口袋這個事情，我覺得這個才是很關鍵的一個狀況。那當然我們知道說，這個基金會它可能有人捐贈，那但是他們不想要露面或什麼，那當然他涉及了說你有沒有登載上去，它是行政法，它可以去罰錢，它可以去叫你去補登等等。可是如果變得到一個形式上面的一個作為的時候，我覺得一切都會變得很複雜。謝謝大家回來。